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13章。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在我刚才所述事件发生8天后，确切的说是11月2日，我在巴黎的寓所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请乘第1班火车来格兰迪耶，带上左轮手枪。问候，鲁莱塔·比尔。我想我已经告诉过各位，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见习律师，几乎没什么案子可办。我常常去法院，与其说是为了帮助孤儿寡母，不如说是为了熟悉我未来的职业职责。因此，鲁莱塔·比尔这样安排我的时间，我并不觉得奇怪。况且，他知道我对他的新闻冒险，特别是格兰迪耶的案件，抱有极大的兴趣。8天以来，除了从报纸上的无数传闻和鲁莱塔·比尔在《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些极其简短的报道中得到关于他的消息之外，我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这些报道披露了羊骨袭击案的细节，我们从中得知，检验已经证实，骨头上留下的痕迹是人血。最近的是斯坦格森小姐的血，而更早的则是其他罪案的血迹。这些罪案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不用说，这个案件已成为全世界新闻界的谈资，没有任何其他著名的罪案曾引起过如此大的关注。但是，调查似乎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所以，如果电报里没有带上左轮手枪这几个字，我会很高兴收到我朋友的邀请，让我去格兰迪耶和他见面。这让我非常困惑。如果鲁莱塔·比尔要求我带左轮手枪，那是因为他预料到我们必须使用它们，而且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并非英雄，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肯定遇到了麻烦，他向我求助，我没有多想。在确认我唯一的那把左轮手枪已经准备妥当后，我便向奥尔良火车站走去。在路上，我想起鲁莱塔·比尔在电报中要求的是左轮手枪，是复数。我便走进一家枪械店，买了一件精良的小型武器。我很乐意把它送给我的朋友。我原希望能埃皮奈火车站再见到鲁莱塔·比尔，但他不在那里。然而，一辆双轮马车已在等我，我很快就抵达了格兰迪耶。铁栅门处空无一人。直到我走到城堡的门槛前，才看到我们年轻的编辑。他友好地向我招了招手，热情地拥抱了我，然后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当我们身处我先前提到过的那个旧客厅时，鲁莱塔·比尔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情况不妙。”“什么事情不妙？”“一切都不妙。”他走近我，在我耳边低声说道：“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已经把罗伯特·达尔扎克锁定为目标了。”在看到斯坦格森小姐的未婚夫那天在他自己脚印前脸色骤变之后，这并不让我感到特别惊讶。但是，我问道：“那根手杖呢？”“那根手杖还在拉尔桑的手里，他寸步不离。”“但是，那不是为罗伯特·达尔扎克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吗？”“完全没有。罗伯特·达尔扎克，我非常策略地询问过他，他否认在那天晚上或任何其他晚上在卡塞特的店里买过手杖。无论如何，鲁莱塔·比尔说，我什么也不敢保证，因为罗伯特·达尔扎克有些沉默非常奇怪，让人不知道该怎么想。对拉尔桑来说，这根手杖一定非常重要，是一件关键物证。但为什么呢？如果按照购买的时间来看，它不应该在凶手的手中。他根本不在乎时间。他没有理由采纳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从假设凶手在5点到6点之间进入黄色房间开始的。是什么阻止他认为凶手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进入的呢？
恰恰在那个时候，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在雅克爸爸的帮助下，刚刚在实验室的炉子里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化学实验。拉尔桑可能会像他向法官暗示的那样，声称凶手是在他们后面偷偷溜进去的，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推理是荒谬的，因为家里人，如果真有家里人的话，应该知道教授迟早会离开亭子。而且，作为家里人，如果他把行动推迟到教授离开之后，他就会让自己冒险。他为什么要冒险，穿过有教授在场的实验室呢？此外，他又会在什么时候进入亭子呢？在采信拉尔桑的想象之前，必须弄清楚这么多问题。就我而言，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因为我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体系，它不允许我担心他的想象。只是因为我暂时有义务保持沉默，而且拉尔桑有时会说的太多，可能一切都会指向达尔扎克先生。如果我不在场的话，这位年轻人自豪地补充道。事实上，有其他比手杖更可怕的外部迹象对达尔扎克先生不利。对我来说，手杖的事情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因为拉尔桑毫不犹豫地在达尔扎克先生面前出现，手里拿着这根可能属于他的手杖。我了解警探体系的很多东西，但我仍然不了解手杖的事情。他还住在城堡里吗？是的，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他和我一样睡在里面，这是因斯坦格森先生的要求。斯坦格森先生为他做了罗伯特·达尔扎克为我做的事情。在拉尔桑的催促下，为了找到凶手，教授希望为他提供一切办法来发现真相。罗伯特·达尔扎克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但是，您确信罗伯特·达尔扎克是无辜的吗？当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时，我曾一度认为他可能是有罪的。我想现在是时候告诉您达尔扎克先生和我之间发生的事情了。鲁莱塔比尔说到这里停了下来，问我是否带了武器。我给他看了2把左轮手枪，他检查了一下，说：“完美。”然后把它们还给了我。我们会需要用到它们吗？我问他。毫无疑问，今晚就会需要，因为我们将在这里过夜，您不介意吧？恰恰相反，我苦笑着说，这引得鲁莱塔比尔一阵大笑。好了，他继续说，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们严肃地谈谈。您还记得那句对我们来说如同打开这座充满神秘的城堡的芝麻开门咒语般的话吗？之后所以该在该进那里的。我说，记得非常清楚。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这正是您在实验室的干锅里找到的那句烧了一半的话。是的，而且在纸的下端，火焰放过了一个日期，10月23日。记住这个日期，它非常重要。我现在要告诉您，这句看似不着边际的话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在案发前2天，也就是23日，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去埃利舍宫参加了一个招待会。我相信他们甚至参加了晚宴。事实是他们确实在那里，因为我看见他们了。我也是因公事才去的。我必须采访一位当晚受到表彰的费城科学院的科学家。直到那天，我从未见过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我当时坐在大使休息室旁边的房间里，因为人太多，挤得我有些厌烦，正任由自己胡思乱想。这时我闻到了一股黑衣女士的香水味。您会问我，什么是黑衣女士的香水味？您只需知道，这是一种对我而言勾起非常愉快回忆的香水就足够了，因为那是一位总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士的香水。她在我的童年时期曾给予我一些母性的惯
那天身上仅剩地散发着黑衣女士香水味的女士，穿着白色的衣服，她非常美丽。我不禁站起身，跟着她和她的香水味走去。一位男士，一位长者，正挽着这位美女的手臂。所有人都回头看着他们，我听到他们低声议论，那是斯坦格森教授和他的女儿。引号。就这样，我知道了我跟踪的是谁。他们很快就遇到了我仅凭外表认识的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斯坦格森教授被一位美国科学家亚瑟·威廉·兰斯拦住，在中央画廊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罗伯特·达尔扎克则把斯坦格森小姐带到了温室。我一直在观察他们。那天晚上的天气非常好，通往花园的门都开着。斯坦格森小姐在肩膀上披上了一件轻薄的披肩，我意识到是她请求达尔扎克先生和她一起到幽静的花园去。我跟着他们，对达尔扎克先生表现出的激动感到好奇。他们沿着马里尼大道旁边的人行道慢慢地走开了。我沿着中央走道跟着他们，与我那两位目标人物平行地走着，然后我穿过草坪，尽可能地靠近他们。夜晚很黑，草地让我走路没有声音。他们在摇曳的灯光下停了下来，两人都低头看着斯坦格森小姐拿着的一张纸，好像在读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停了下来，周围一片寂静。我清楚地听到斯坦格森小姐说，她一边折叠着纸一边说：“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这些话是用一种既嘲讽又绝望的语气说出来的，接着是一阵紧张的大笑。我认为这句话会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但罗伯特·达尔扎克又说了一句话：“我必须犯下罪行，才能让您成为我的吗？”达尔扎克先生非常激动，他抓住了斯坦格森小姐的手，把她放在嘴唇上。从他肩膀的动作来看，我认为他在哭泣。然后他们回到了大楼里。当我到达中央画廊时，路莱塔比尔继续说：“我没有再看到达尔扎克先生，事实上，直到案发后我才再次见到他。但我看到了斯坦格森小姐、斯坦格森先生和费城的代表团。斯坦格森小姐站在亚瑟兰斯旁边，她热情地和他说话，她的眼睛闪烁着奇怪的光芒。他没有太注意这个美国人对他说的话，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亚瑟兰斯是一个体格健壮、满脸雀斑的人，他一定喜欢喝杜松子酒。当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离开时，他走到吧台旁，整晚都没有离开过。我走近他，我们开始聊天。他告诉我，他将在3天后，也就是26日，案发后的第2天，返回美国。他已经在费城生活了25年，在那里他认识了著名的斯坦格森教授和他的女儿。这时，他又倒了一些香槟，他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喝酒。当我离开时，他已经几乎喝醉了。我就是这样度过那个晚上的，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何种奇怪的预感。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的身影整晚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您可以想象一下，斯坦格森小姐遇袭的消息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怎么能不记得那句话？我必须犯下罪行才能让您成为我的吗？然而，当我们在格兰迪耶找到罗伯特·达尔扎克，让他为我们打开城堡大门时，我并没有对他说这句话，我只是说了那句暗指神父住所和花园的话。斯坦格森小姐似乎是从他手里拿着的纸上读到的。我当时认为罗伯特·达尔扎克是凶手吗？不，我没有完全相信。那时我并没有认真地考虑任何事情，我掌握的信息太少了。但我需要他立即向我证明他的手没有受伤。当我们2个人单独在一起时，我告诉他，我偶然发现了他在爱丽舍宫花园里与斯坦格森小姐的谈话。当我告诉他我听到了这些话，
我必须犯下罪行，才能让您成为我的吗？他感到非常不安，但远不如听到关于神父住所那句话时那样不安。真正让他陷入恐慌的是，从我口中得知，在他与斯坦格森小姐在爱丽舍宫见面的同一天，他下午曾去邮局取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能就是他们在爱丽舍宫花园里一起读的那封信，而这封信正是以这些话结尾的：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此外，后来我发现的那张带有10月23日日期的信件残片，正如您所记得的，那是在实验室的干锅里发现的，证实了这一假设。那封信是在同一天写的，并从邮局取走的。毫无疑问，那天晚上从爱丽舍宫回来后，斯坦格森小姐想烧掉这张会让她名誉扫地的纸。罗伯特·达尔扎克徒劳地否认这封信与罪案有关。我告诉他，在如此神秘的案件中，他没有权利向司法部门隐瞒这封信的事情，而且我相信这封信非常重要。斯坦格森小姐在说出那句不祥之语时的绝望语气，她的眼泪，以及她因这封信而发出的威胁，都不允许我怀疑这一点。罗伯特·达尔扎克越来越激动，我决定利用我的优势。您本来要和他结婚的，我漫不经心地说，没有再看我的谈话对象。突然，由于这封信的作者，这场婚礼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在读了这封信后，您就说需要犯下罪行才能让斯坦格森小姐成为您的，所以在您和斯坦格森小姐之间有人禁止您结婚，有人宁愿杀死她也不愿让她结婚。我用这些话结束了这番简短的讲话。现在，先生，您只要告诉我凶手的名字就行了。我一定说了一些了不起的话，因为当我再次抬头看向罗伯特·达尔扎克时，我看到一张扭曲的脸，一个浸透了汗水的额头和一双充满恐惧的眼睛。先生，他告诉我，我要请求您做一件事，这件事可能看起来很疯狂，但为了换取这件事，我愿意付出我的一生。您不应该在法官面前谈论您在爱丽舍宫花园里看到和听到的事情，既不能在法官面前说，也不能在世界上任何人面前说。我向您保证我是无辜的，而且我知道，我感觉您相信我，但我宁愿被当作罪犯，也不愿看到司法部门的怀疑转移到这句话上。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司法部门必须忽视这句话。整个案件都属于您，先生，我把它让给您。但请忘记爱丽舍宫的那个晚上吧，您会找到其他100种不同的方法来发现罪犯，我会为您打开它们，我会帮助您。您想在这里住下来吗？想当家做主吗？想在这里吃饭睡觉吗？想监视我和所有人的行动吗？您将在格兰迪耶像主人一样，但请忘记爱丽舍宫的那个晚上吧。鲁莱塔比尔停了下来，喘了一口气。现在我明白了罗伯特·达尔扎克对我朋友那令人费解的态度，以及他是如何如此轻易地在案发现场安顿下来的。我刚刚知道的一切只是让我更加好奇。我请求鲁莱塔比尔进一步满足我的好奇心。在过去的8天里，格兰迪耶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朋友刚才不是告诉我，达尔扎克先生有比拉尔桑发现的手杖更可怕的外部迹象对他不利吗？一切似乎都在针对他。我的朋友回答说，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对罗伯特·达尔扎克来说，唯一值得担心的是斯坦格森小姐的健康，但他错了，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这时发生了一件比黄色房间的谜团更神秘的事情。这不可能，我叫道，什么事情会比黄色房间之谜更神秘呢？让我们先回到罗伯特·达尔扎克身上，鲁莱塔比尔说，安慰着我，
正如我告诉您的那样，一切都在针对他。雅致鞋子的脚印好像是他的，轮胎的痕迹也与他的自行车的痕迹一样。所有这些都已经得到了核实。自从他有了这辆自行车以来，他总是把它留在城堡里。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把他带到巴黎呢？他难道再也不打算回格兰迪耶了吗？难道他婚礼的暂停会导致他与斯坦格森一家的关系破裂吗？与他们关系最亲近的人证实，他们的关系本来会继续下去的。那么呢？拉尔桑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分手了。自从陪斯坦格森小姐去卢浮宫百货公司的那天起，罗伯特·达尔扎克就没有回到过格兰迪耶。我们必须记住，当他与罗伯特·达尔扎克在一起时，他丢失了手提包和那把铜头钥匙。从那天起，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直到爱丽舍宫的聚会。但他们可能写过信。斯坦格森小姐去40号邮局的带领邮件处取了一封信。拉尔桑认为这封信是罗伯特·达尔扎克写的，因为警探当然不知道爱丽舍宫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开始认为是罗伯特·达尔扎克自己偷了手提包和钥匙，以便强迫斯坦格森小姐拿走他父亲最珍贵的文件。他只有在婚礼后才会归还这些文件。所有这些都将是一个可疑甚至荒谬的假设，正如警探自己告诉我的那样，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如果没有更严重的事情的话。首先，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无法解释。24日，达尔扎克先生本人会去邮局取信，而这封信是斯坦格森小姐前一天取走的。对在售票处出现的人的描述与达尔扎克先生的身体特征完全一样。面对调查法官以简单询问为由提出的问题，达尔扎克否认去过邮局。我相信他，因为即使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我不这么认为。他也知道斯坦格森小姐已经拿到了这封信，因为他在爱丽舍宫的花园里看到他拿着这封信。所以第二天24日去邮局取一封他知道不在那里的信的人不是他。对我来说，是一个与他非常相似的人，也是偷手提包的小偷。他一定在信中向斯坦格森小姐要求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没有得到。他一定感到非常震惊，并开始怀疑他发送到邮局的信封上写着 M.A.HSN 的信是否被取走了，所以他才去邮局办理手续，并坚持要求取走这封信。然后他愤怒地离开了。信已经被取走了，然而他在信中要求的东西却没有被答应。他在信中要求什么呢？除了斯坦格森小姐之外，没有人知道。事实是，第二天我们得知斯坦格森小姐差点在夜间被杀害，而我2天后发现，与此同时，教授的东西也因为那把著名的钥匙而被盗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去邮局的人是凶手。而且，对一个人在邮局办理手续的动机进行了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也这样做了，只是他把这一推理用到了罗伯特·达尔扎克身上。您可以假设调查法官、警探和我自己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从邮局获得关于10月24日那个奇怪人物的类似细节，但我们无法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无法知道他去了哪里。除了描述他与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相似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我在最重要的报纸上发布了这则广告：如果有马车夫在10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送一个人到40号邮局，将获得丰厚的报酬。请到《时代报》编辑部询问 R 先生，但没有结果。这个人可能是走着去的，但是因为他很着急，所以必须证明他是否是坐马车去的。我没有在广告中描述这个人，以免限制可能性，但没有人来。我日日夜夜都在问自己，那个看起来非常像罗伯特·达尔扎克，而且我再次发现他购买了落入弗雷德里
克拉尔桑手中的手杖的人是谁？最奇怪的是，达尔扎克先生必须在同一时间在索邦大学上课，在他那个替身出现在邮局的时候，他却没有上课。他的一位朋友代替了他。当被问及他在那段时间里做了什么时，他回答说他去了布洛涅森林散步。人们会怎么看一位请人代课却自己跑去森林散步的教授呢？最后，您必须知道，即使罗伯特·达尔扎克说他在24日上午去了布洛涅森林散步，他也根本无法解释他在24日晚上到25日晚上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当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向他索要这一信息时，他非常冷静地回答说，他在巴黎如何度过他的时间只与他自己有关。拉尔桑发誓说，他会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查明这段时间的去向。所有这些似乎都为大弗雷德的假设提供了一定的可信度，特别是在黄色房间里发现罗伯特·达尔扎克这一事实，将证实警探关于凶手如何逃脱的解释。斯坦格森先生会让他离开，以避免发生可怕的丑闻。此外，我认为是错误的这一假设最终会误导拉尔桑。如果没有一个无辜的人牵涉其中，我并不会不高兴。现在，那个假设真的误导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伙计，我打断了鲁莱塔比尔的话，也许警探是对的。您确定达尔扎克先生是无辜的吗？好像有太多危险的巧合了。巧合？我的朋友回答说，是真相最坏的敌人。调查法官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马凯先生，调查法官，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犹豫是否要指控罗伯特·达尔扎克。他不仅会受到所有舆论的反对，更不用说索邦大学了，而且还会受到斯坦格森先生和他的女儿的反对。他喜欢罗伯特·达尔扎克，只要他看到过凶手，他们就很难让公众相信他没有认出罗伯特·达尔扎克，如果他是袭击者的话。不要忘记，黄色房间是黑暗的，但有一盏灯照亮了它。事情就是这样的，3天前，或者更确切地说，3个晚上前，发生了我刚才告诉您的那件前所未闻的事情。